圣经人人都知道，我有个白月光，我对他爱而不得，才退而求其次，选了和他相像的裴玉结婚。3年后，裴玉长家，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离婚。谁料去民政局的路上，裴玉遇到醉驾逆行的司机，当场昏迷。再睁眼，裴玉回到了19岁，他拿着离婚协议，眼里蓄着眼泪。姐姐，你不要我了吗？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人人都说我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我们闹分手，白月光负气离开，音讯全无。正逢楚家和裴家的合作箭在弦上，急需一桩婚事来促成，于是我嫁给了裴玉，毫无怨言。只因裴玉与我的白月光竟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如今裴玉尚未掌权，楚家已然败落，这桩婚事怕也是要黄了。我坐在餐厅，看着手中一方屏幕，众人在裴氏集团的发布会转播下津津乐道着我和裴玉这段满是谈资的婚姻。我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裴玉和苏婉交握的手上。苏婉，娱乐圈当红小花，也是裴氏集团春季珠宝系列邀请的形象大使。她一身红裙，漂亮的明艳张扬，此刻看向裴玉时满眼爱意。二人相视一笑，谁看了都要赞一句佳偶天成。我看向餐桌上早已冷透的饭菜，冰冷的刀叉映出我泛黄的皮肤和晦暗的眼。从前一双执画笔的手，现在尽是洗手做羹汤的痕迹。裴玉注重隐私，家里从不肯请佣人。今天是我和裴玉结婚3年的纪念日，他不记得，亦或是不在意。我看着墙上看看划过12点的指针，给裴玉打了第3通电话，居然很快被接起。电话那头嘈杂得很，一个女生娇滴滴道：“我们还在庆功宴呢，楚清姐，裴总有些醉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电话说而挂断，我甚至来不及开口。我沉默着咽下碗里冰冷的汤。洗漱的时候，我心不在焉，不留神被无名指上的戒指边缘划破了嘴角，血珠汩汩，弄脏了上头生辉的钻石。我毫不留恋摘下，冲洗几下就搁在了一边。我握紧胸口坠着的素银指环，摘下来戴在无名指上。素银的戒圈扭成一个莫比乌斯环，戴在手上却连钻戒印出来的戒痕都遮不住。我看着他，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和裴玉初见是在大学校外的奶茶店，社团庆功，点了20杯当时最受欢迎的暴打柠檬茶。点单的时候，我便注意到他仿佛被人踩了一脚的神情。他把小票递给我时笑眼弯弯，转身回后厨时却一脸哭相，直到他再度笑着把20杯柠檬茶递过，手却颤得不成样子时，我才了然。那天起我们相识。他说他叫陈宇。手机铃声将我惊醒，我接起，是裴玉身边的助理刘向。打扰夫人了，裴总醉得厉害，谁的话也不肯听。您看。我犹豫片刻，还是应下，起身披了件外衣就出发。我急匆匆赶到刘向口中的包厢门口时，里头传出的声音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裴总赌的10分钟，嫂子就出现，这可已经8分钟了呀。裴总今天这个单买定了，急什么？我还不知道他，你还是准备好刷卡吧。阿玉你可真坏。楚清姐听见可要伤心了。透过门缝，我分明看见苏婉望过来的眼神，她轻笑着往裴玉耳边贴，被裴玉顺势揽住了腰身。这点事做不好，我娶她干什么？还有脸伤心？我记着裴总刚结婚时候和嫂子还挺和睦的呀，这怎么？有人趁醉开口。
裴玉神色转冷，可别提了。楚家那个说是心里还有个白月光呢。白月光？看小说看坏脑子了吧？这眼看着楚家家主夫妇都去了，裴总怕是马上就要恢复单身了。我冷冷听着门里的人们谈论着我最痛的经历，放下了将要推门的手，转身离开。深夜，我被身上的重量闹醒，睁开了眼睛，是裴玉。他满身酒气，掀开被子将我拽起。不是让你来接我了吗？是刘向没通知到位，还是你连接人这点事都做不好？我看着他领口的唇印冷笑，没能10分钟内出现，真是抱歉，让裴总破费了。裴玉脸色带上不耐，似是不满意我计较这点小事。当他把床头灯拧亮，看见我唇角窗口时，脸色转为冰冷。这是什么？没空接我，有空和你的什么白月光卿卿我是吧？裴玉冷笑着捏紧我的脸颊，心像被人攥紧了一般，酸得厉害。说过多少次，我口中的那个白月光就是。裴玉似是被激怒了，捏紧我下颌。你还想说是我对吧？够了，楚清，我已经不耐烦再听你狡辩。既然是我，那你就好好伺候着。他再度欺身上来，不管不顾咬破我唇边的伤口，血腥味在唇舌间蔓延，身上单薄的睡衣被撕开，裴玉冰冷的唇逡巡在胸口。我噙着泪合上了眼睛。一场发泄般的性事结束，裴玉酣然睡去。我撑着残败的身子去了书房，蜷进了角落的小沙发床中，任凭自己坠进梦里。梦里的陈宇总是笑着，笑起来像个明媚的好天气。第一次约会地点老套，在学校附近新开的游乐场。走在路上，他的手探了又探，始终没能牵上我。把假装没发现的我急得不行。我们坐上摩天轮，摩天轮升到高点，他鼓起勇气吻我。接吻时，他的耳朵很红，眼睛却很亮，嘴唇软软热热的，让我觉得自己吻着一颗小太阳。梦里的太阳越来越烫，我被烧得头晕眼花，奋力睁开眼睛，才发觉已是隔天半夜。起身的天旋地转，险些让我摔一跟头，勉强翻找出体温计一量，39度5，无可奈何。我给裴玉打了电话，听了3次忙音，裴玉才接起。到底有什么事？我正忙着。裴玉，阿玉你快来，你看那棵树上是不是有只小猫？少女娇嗔的声音隔着听筒传来。裴玉立刻被吸引了注意。有什么事告诉刘向，别总打我电话。电话里空荡的断线声像在嘲笑我的痴心妄想。到医院打上吊瓶时，体温已爬上40度。护士反复确认我是否有家属陪同，在我摇头后流露出同情的目光。我自嘲似的笑，转眼便咳得撕心裂肺。咳嗽平息，我闭上眼睛。耳边的嗡鸣声里，隐约还有陈宇忧心的呢喃。陈宇无父无母，独自长大，因此学了一手好厨艺。大2时，我被室友传染，得上了流感，独自被隔离在酒店中。陈宇日日熬清粥，变着花样做菜送到楼下来，隔着几层楼的窗户看着我吃完。还要在电话里絮絮叨叨一会儿，才肯1步3回头的离开。直到我痊愈出了隔离酒店，才知道那段时间他白天上课，抽空打工到晚上，还要做好饭菜给我送来。我心疼地抱紧他，直掉眼泪。他只捧起脸颊，吻去我的泪。以后再也不要生病了，就算生病，我也要在你身边照顾你。好想你啊，姐姐。他小我不过1岁，偏爱喊我姐姐，看我脸红心跳的模样，我环紧他，额头相抵。我也想你。少年人的爱意大抵如此，炽热浓艳，让时隔多年再回头看的我几乎睁不开眼睛。
医院的白炽灯晃得我眼睛发酸，在睁眼时生理泪水流了满脸。我抬头看，一瓶水早已掉完，针头回血已经回了半管。我暗想呼叫铃，任凭赶来的护士为我拔下针头。一旁换药的护士和他攀谈起来。看热搜了吗？苏婉刚救下的那只小猫也太可爱了吧！瞄了一眼，这点事也值得上热搜啊！何止啊！你看他那个发言，这猫估计是和裴玉一起救下来的吧？哟，这是官宣的意思。当红女明星和霸道总裁，好土，我喜欢。可裴玉不是已经结婚了吗？这么多年也没见他带老婆出面啊，说不定是谣传呢。我心念一动，看了眼热搜，苏婉和裴玉的名字并列着站在最高处。点开一看，最上头是苏婉双手捧着猫咪的照片，照片显然是他拍。镜头后伸出一只手附在苏婉抱着猫的手上，苏婉笑得甜蜜，仿佛镜头后面咫尺之隔就是他的爱侣。我看得清晰，那只伸出的手背上有刻痣，那确实是裴玉的手。而裴玉毛发过敏，从来不愿意碰猫。陈宇的手很好看，指节纤长，却布满了老茧。他说从小到大，为了生活下去，他什么都做，所以手上的茧又多又厚。我把他的手摊开，在手心落个吻。我说这是你努力生活的证明，我很喜欢。后来在班级里，一个女孩为了奖学金的归属问题恼羞成怒，拿起桌上的钢笔就朝我扎过来。陈宇一个箭步上前替我挡下，从此他的手背上留下了一颗黑痣。我怔怔地看了半晌，不死心地拨通裴玉的电话。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接通得很快，电话那头传来苏婉的声音：“是楚清姐呀，阿玉说她今晚不回家，讨厌，你轻点。楚清姐你能理解的吧？男人嘛。”苏婉的嗔怪声夹杂着衣料与枕背的摩擦声响。你让他接电话。我声线颤抖，都是成年人，我自然听得出那是什么声音。我只是不敢相信，裴玉连最后这点脸面也不肯给我留。苏婉轻笑了一声，满是嘲意：“都到这一步了，你还不死心吗？楚清，我要是你就乖乖收拾包袱，净身出户了。你不是还惦记着你那个白月光吗？何必扒着裴玉不放手？”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护士的惊呼声唤回了我的注意。顺着他们的目光，我看见自己满手的鲜血。等裴玉回到家时，已是隔天日上三竿了，病去如抽丝。我在房间内合眼假寐，听着房门口的响动，也不愿起身。我太累了，不想再和裴玉起任何争执。裴玉却一反往常，在床边坐下，额头一热，是他掌心腹上的触感。他轻叹了一口气。青青，我忍不住颤着睫根睁开眼睛。多少次午夜梦回，这个称呼都在我心上盘桓着，又在裴玉冰冷的目光中坠下去。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再是我记忆中的小太阳了呢？大概是从他回到裴家开始，从陈宇变成裴玉那天开始。裴家是圣经商业版图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家主裴峰白手起家，从一个小摊贩直到跻身圣经富豪圈。陈宇便是他当年丢在家乡的那个儿子。裴峰找上陈宇时，他正在38度的太阳底下穿着玩偶服发传单。裴峰见着自己的骨肉吃着这等苦，不由老泪纵横。二人相认的故事一度在学校里传了许久。那阵子，楚家的生意出了状况，裴家伸出的援手成了最后一块浮木。我被勒令与陈宇断了联系，关在家中，安心准备用婚姻换楚家的未来。所以，当我得知事情原委时，
陈宇已然成了裴家独子裴玉，坐在商议联姻的席面上。那一刻的我是庆幸的，我以为老天听见了我的祷告，不忍有情人分离，却没想到这不过是让我坠入深渊的另一条路。我拖着酸软病体半坐起身，裴玉伸手将我的手裹紧掌心，恍惚间我像是回到了从前，仿佛下一秒陈宇就会喊着姐姐，再把我拥进怀中。我垂着头，发顶抵进裴玉颈根，任凭自己沉沦。下一秒，我却从他领口嗅到了一阵香水味，甜腻浓郁，叫人反胃。我像被人扇了一耳光似的清醒过来，抬头看向裴玉，脑海里却是昨晚电话里苏婉娇羞的嗔怒。我的目光冷下来，开口问道：“你昨晚在哪里？为什么每次打给你的电话都是那个女人接的？你们两个昨晚在一起，对不对？”裴玉轻哼一声，看着我满是厌恶：“别以为你生点小病就能在我面前拿瞧，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这些？”他起身，冷冷甩下最后一句话：“在你心里装着其他人，还与我虚以委蛇的时候，你就该知道，这样的境地都是你应得的。”裴玉的话像一记重雷，炸得我头晕眼花。看着他绝情的背影，我闭上眼，任凭昏沉睡意将我吞没。梦里裴玉亲手为我戴上戒指，我们在教堂许诺白首不离。我以为这是一个童话故事的结局，我从此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生活从来不是童话，从前的幸福甜蜜像泡沫一样，逐渐消散在婚后一潭死水的生活里。婚后不久，一场酒会派对上，我坐在上首，听着女宾们调笑着电视剧里人人都有个可望不可及的白月光。我想到了从前陈宇的笑，如今的裴玉永远只能留给我一个忙碌的背影。酒精侵扰着我的理智，我脱口而出：“也是，谁还没有个白月光呢？”转眼却是裴玉冰冷的神情。我匆匆迎上去解释，裴玉却冷笑着将我留在了席间，独自开车走人。那天之后，裴玉对我越发的冷漠，我的解释在他眼里都是狡辩，是为了继续做豪门太太的自圆其说。他带着其他女人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只把我留在空荡的房子里，我成了豪门圈子里的笑柄。这是裴玉对我的报复。被电话铃声惊醒时，我尚在恍惚之中。电话那头，一个女声十分急促：“是裴太太吗？裴总忘带了一份重要文件，托我让您送一趟。文件需要保密，您务必亲自送来。”我按着他说的，在书房中翻找着，赶到公司会议室门口时，我还恍惚着。会议室坐满股东，苏婉赫然在其中。听见我叩门的声音，会议室众人目光聚集过来。裴玉看着我，皱起眉头。苏婉走上前来，要拿走文件。“裴总家的保姆吧，麻烦你送来。”他笑得促狭，我没松手，反手扇了他一个耳光。他惊呼一声，摇摇欲坠。裴玉几步上前，扶着他肩膀，看着我，目光冷凝：“你闹够了没有，楚清？”他使了气力，将我手中文件抽开，像是料定我要在此时给他难堪似的，赶紧用眼神示意保镖将我带开。我没劳动保镖，几步退开，听着会议室门在我身后砰的紧闭，像是心底什么地方塌陷的声音。回到那栋我无法再称之为家的房子中，我开始收拾东西。我只将当时搬进这栋别墅时带来的东西收起，甚至没能装满半个行李箱。将婚戒放在桌上，转身离开。那份文件里签好字的离婚协议，裴玉大概是看见了，给我打了许多通电话。出于一点报复心理，我没接，只回复了一条信息：“明早民政局见。”
协议是裴玉一早你下的，甚至签好了字，日期就在他长家那日。这份协议和那份文件一起放在书柜最上层。我无心去想裴玉犹豫这些天的理由是什么。看见这份协议时，我只觉得心头一轻。我心里那个年轻的爱人，原来早就已经死了，而这些年的爱与折磨，终于要画上句号。翌日，我坐在民政局大厅，久等不见人影，几条信息都是已读不回。正当我要一通电话去质问裴玉到底想干什么时，铃声响起：“青青啊，你快来医院，阿玉出车祸了。”我的耳边顿时嗡鸣一片。我机械地走出门打车，反应过来时，已经握着裴玉母亲的手，坐在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门前鲜红的灯映出我满脸的苍白。车祸，又是车祸。2年前，父母便是因车祸撒手人寰。我想起他们脸上蒙起的白布，下意识打颤。不知过了多久，医生宣布手术10分成功。我心里松下一口气，却是眼前一黑，昏死过去。再醒来时，裴母坐在病床边，她满脸欲言又止，终是向我开了口：“青青啊，你醒过来就好，去看看阿玉吧。她醒过来了，但她……总之，你去看她一眼。”走到裴玉病房前，里面传来一声惊呼，随即是裴玉的骂声：“你们骗我！你们把青青藏到哪里去了？”我进门一看，地上满是打翻的鸡汤，苏婉正满身狼狈站在床边，连头发上都沾着油光。一见着我，裴玉眼睛亮起来，顾不得手上的针头，就要翻身下来。我忙紧走几步，将人稳住。裴玉拿过床头那叠离婚协议，看着我要哭不哭：“姐姐，你不要我了吗？我们为什么要离婚？”我心头大震，这个称呼我已有多年没能听到了。医生说，裴玉是因车祸时头部受到撞击，加上此前受过一些刺激，多方作用下才导致记忆错乱。裴母听了这话，脸色一白，我心头留了个疑影。总之，现在的裴玉坚称自己只有19岁，名叫陈宇，不认识除我以外的所有人。他不记得我们何时结的婚，却对那份有着我们2个人笔迹的离婚协议反应极大。我再三保证不和他离婚，他才肯安心躺下。病房外，苏婉愤恨地看着我：“裴玉总有清醒那天，我看你能骗他多久？”他踩着高跟离开。当晚，我把失忆的裴玉哄成白月光平替的流言就传了开。我和裴玉的过往被裴家捂得严实，这个莫名其妙的骂名也是不得不背。裴玉醒了，指头在我掌心挠挠，凑上来贴着我看：“姐姐，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梦见我娶到你了，醒来你竟然真的是我妻子了。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姐姐。”她眼睛晶亮，像我幼时养的那只小金毛犬。我握紧她的手，眼泪断了线的落。她慌了神，拿袖子一下下的开。我凑近吻上她带着凉意的唇，交换一个咸咸的吻。这一刻，我确信我的月亮逆着时间长河奔我而来了。在我悉心照料下，裴玉好转很快。不出半月，已经能回家休养了。我推着轮椅将他带回家，他兴奋又好奇地四下探看。打开家门，裴母等在家中，带来了家里煲好的汤。裴玉仍是对这个陌生的母亲有着隔阂，不愿亲近，连吃饭也只肯扒着我坐。裴母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趁裴玉睡下，他示意我去客厅说话：“你别怨我儿。”当时他爸爸逼他回家，手段是强硬了些。谁能想到那老太太也是个气性大的，说去就去了。走了这么久，都闹得我们家不安生。我心头大惊，
从前和陈宇在一起时，只知道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后来自己被关了一阵子，再见到陈宇时，就是和裴家商议联姻的席面上了。在陈宇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奶奶去世时，他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情绪。我只当是老人家寿终正寝，不愿他伤心，才匆匆略过话题。我看着裴母的神情，满眼是不耐与厌恶。在这样的利益至上的家庭中，失去至亲的陈宇终究是变成了他们想要的裴玉的样子。裴母不耐的眼神往我脸上一转，开口道：“你也别想趁他病着这几天把持着他不放，要不然即便现下的他不愿意离这个婚，我丫也把他押到民政局去。”我垂着头站在他面前，想着这样一个自私薄情的人，从前一口一个把我当亲闺女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你干什么？裴玉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站在房间门口看着裴母。裴母不知所措，站起身来。裴玉几步走上前，将手里捏着的离婚协议一把撕开。你为什么欺负她？我不可能跟她离婚，我的儿，是这个女人背叛你，你可别被她骗了。裴玉看向我，眼里满是信任，就算被她骗我也愿意。我不认识你，起码现在不认识，你还是回去吧。裴母无奈，只得愤愤瞪我一眼，起身离开。夜深时分，我习惯性要去书房睡，看到裴玉委屈巴巴的眼神，又停下了步子。陈宇抱着我不肯放手。姐姐，我们不是夫妻吗？为什么你的东西不和我在一个房间？为什么家里连一张我们的合照都没有？为什么那个女人总是发给我奇怪的照片？我看着她主动交上来的手机，里面是苏婉发来的照片，二人亲昵的样子宛如一对小情侣。这个女人真是贼心不死。我反手想送她一个拉黑，却发现她早已在裴玉黑名单里了。我抚着裴玉发顶，轻声开口：“我跟他说了我们结婚的波折与矛盾，说了那个致命的误会，哪有什么其他人？我心里称得上白月光的，自始至终都是他，是那个笑起来像好天气，说自己叫陈宇的他。这些话不是我第一次说，从前说给裴玉听，他当我是狡辩是挣扎，如今说给失忆后的他听，他脸上却满是心疼。裴玉皱起一张脸，埋进我怀里，半天不肯抬头。那天起，他坚持不肯让我喊他裴玉，只肯用回从前的名字陈宇。一喊他，他就高高兴兴蹭进怀里来，像粘人的小狗。他买了些绿植，又将家里颜色沉闷的窗帘换掉，抱着满头绷带，还能手忙脚乱给我做一桌菜。我像是回到了从前和陈宇在校外的小出租屋里偷偷同居的生活，幸福的像一场梦。裴氏在东郊投资的主题乐园开业在即，我们可以作为第一批游客入场游玩。陈宇开完会便献宝似的告诉我这个消息。彼时我正在家中客厅，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验孕棒。第2条杠隐隐约约，但的确是存在的。我想到裴玉那晚酒醉后的荒唐，如果一切按部就班进行下去的话，此刻的我可能只觉得这个小生命的出现是场并不美好的意外。但听着陈宇发来的语音消息，我抚着小腹笑了。或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也是给这个孩子的礼物。为了确保准确性，我去医院做了检查，报告在3天后取。摩天轮上，我满心盘算着，等拿到了 B 超照片，该怎么告诉陈宇这个惊喜。手机传来震动，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数十张照片，照片中的主角是苏婉和裴玉，二人衣衫散乱，明眼人都能看出是做过什么的样子。我握着手机，指节微颤。陈宇看出
我的心不在焉，主动牵紧我的手，将我揽在怀中。想不到多年后的姐姐还是恐高，只好让我一直做姐姐的依靠了。我看着陈宇的眼睛，里面满满的爱意圈住一个我。摩天轮升到最高点，我情不自禁吻上他。人性的变化比天气来得快，但至少现在我的太阳还在。回程的路上，我驾着车一转弯，一个黑影便窜了出来，还好车速不算快，我及时刹了车。下车一看，竟是一只花狸猫，它似乎受了伤，哀哀地朝我叫。我当即将它拎上车，掉头去了宠物医院。医生检查了一番，料定这只小猫还没满1岁，身上却有被虐待的痕迹，稀疏的毛发下藏着淤青和针孔。陈宇听得眉头直皱，却碍于过敏的体质不能碰。我将小猫托付给医生，去了前台缴费。这猫还有点眼熟呢，有点像苏婉上次官宣那只，只是像吧？他养的猫怎么会惨成这样？听着隔间医生细碎的谈论，我心头一动，打开手机，翻出苏婉发的那张猫咪的照片，也是只花狸猫，眼睛蓝汪汪的，虽有些潦草，却还不至于脏兮兮的。我进了里间，医生已经给小花狸打上了点滴。我把照片凑在小猫旁边比对，两只猫额头花纹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同一只。处理好伤口的小花狸还是被我带回了家。我打算照顾一阵子，再托付给可靠的人。只是委屈了陈宇，这段时日要戴着口罩过日子。小猫似乎是知道自己有了新家，兴奋地抱紧我手肘。我欢喜地拍了好几张照片发在了朋友圈。没成想不过几天，苏婉就送我上了一把热搜。她将我发出小猫照片的朋友圈截图发上微博，祈求我将小花狸还给她，字字恳切。苏婉的粉丝很快带动舆论，给我打上了偷猫的标签。网络上顿时一片骂声。从前苏婉一再挑衅，我都没有理会。线下我看着身边刚擦完药、疼得不住挣扎的小花狸，终于决定反击。我立刻注册了账号，让裴玉和我一起抱着小猫，拍摄了一张和当时苏婉同样角度的照片发出。裴玉账号也动作迅速转发。照片中我们手上一对情侣戒指十分显眼，一时间网络风向有了转变。我这个裴夫人自证身份后，苏婉从前一系列炒 CP 蹭热度的举动都成了小三行为。我趁热打铁放出了小花狸受伤的照片以及医生的检查报告，苏婉的对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小三、虐猫2个标签足够让苏婉在娱乐圈声名狼藉。苏婉的广告代言一个接一个的掉，当红小花一夜之间人人喊打。做完这一切的我，没留意到一旁裴玉的眼神变化。他放下猫，仔细洗了一遍手，过几天就找个可靠的人家送养了吧。他上前拥着我，指尖被洗得发皱，眼神依旧缱绻温柔。我笑着依偎进他怀中。好，我明天就去找。与他耳鬓厮磨的间隙，我突然想起，似乎这几天的他已经很少再喊我姐姐了。我联系了从前的邻居，他非常喜欢小猫，家中养了15年的小猫刚寿终正寝。和他交谈一番，我便将已恢复不少颜值的小花狸送去他家中。小花狸依依不舍地粘了我好一会儿，才肯留下。送走他的同时，我收到了医院的通知，电子报告显示，我果然有了裴玉的孩子。我难以抑制地感到喜悦，这个孩子仿佛宣告着我和裴玉正式迈入了新生活。回程的路上，我总觉得身后有旁人的脚步声，我有些紧张，给裴玉打去电话，
能安安心也是好的。长久的通话声后，电话自动挂断的声音敲在我心上，身后的脚步声近了，是个身形臃肿的男人，他面上泛着油光，看清我后满是兴奋神情。楚清是吧？终于找到你了，把苏婉害成这样，你很得意是吧？他说着扬起手，寒光一闪，我看见他手中的匕首，我狼狈躲过，却重重摔在地上，下腹传来一阵尖锐的痛。那男人穷追猛打，匕首向着我腹部袭来，我抬手去拦，顿时血流如注。远处一声呵斥传来，男人愣了一下，转身便跑。我捂着肚子，想起那个刚刚才被我确认存在的孩子，掏出手机，仓皇地拨打120。电话拨出，却是眼前一黑，软倒在地。意识朦胧中，我看到了陈宇，他穿着一个大围裙，围裙上是广告标语，俨然是我们初见的模样。他远远站着，面上满是悲伤的神采。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急切地接近他，看着他。他嘴唇翕动，吐出几个字，我用尽力气去听，才听清隐约的话音：不要原谅他，不要原谅我。意识归拢，周身的痛让我无暇思考这个梦境。身边有压低的交谈声围在耳边，让我想忽视都难。你醒了，楚清也不早告诉我，我看他就是别有用心。这胎没了就没了，是不是你的还不一定呢。妈，你说什么呢？您先回去吧。这些天青青把我照顾得很好，从前是我误会了她，今后我想好好弥补。你也别再撺掇我们离婚了。几句话将我砸得头昏脑胀，我艰难地从中提出了最关键的信息：裴玉醒了，孩子没了，我的梦好像也该醒了。直到母子俩的争吵以裴母被劝离落下帷幕，我才睁开眼睛。裴玉紧张地给我倒水，我没接，只是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裴玉，他肩膀一沉，眉头堆起，确实看不出前几日陈宇身上的半点影子了。没多久，就前几天，但是这些日子的记忆还在。青青，你滚！裴玉的话被我冷厉地打断，他有些发愣。青青，你说什么？我们这些天不是都好好的吗？就算记忆恢复，我也还能陪你去游乐园，养猫也可以，大不了我吃过敏药，我们也还能再有孩子。我让你滚，越远越好，我不想再看见你，滚啊！听他提起孩子，我越发崩溃，声嘶力竭，让他滚蛋。手上的伤口被紧握的全崩开，鲜血染红了纱布。裴玉见状，也只好出去叫了医生。连着几天，我蜷缩在病床上，不吃不睡，更不和裴玉交流。他先是软声道歉，又赌咒发誓今后对我好，和我好好生活，最后甚至低声下气跪在我床前，颤声求我原谅。青青，你看我一眼，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误会你，那是因为我嫉妒的要死了。我不愿意想想你拿我当替身的样子，我对苏婉没有感情的，你信我好不好？裴玉眼眶通红，鬓发散乱，哪里还有一点总裁的样子？孩子没了那天，我梦到了你。这些天我第一次开口说话，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阴哑。裴玉显然振奋起来，握着我的手，像握着一只断翅的蝴蝶，不敢用力。你穿着那条兼职用的围裙，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你让我不要原谅你，我们离婚吧，裴玉，最后一次。裴玉跌坐在地，颓唐的脸上满是绝望。身体养好之后，离婚正式被我提上了日程。裴玉拒不配合的态度在意料之中，我没有再和他纠缠下去。我和他之间的纠葛早就不是三言两语能清算干净的，倒不如一把火了断的好。我找了圣经有名的律师，
将苏婉曾经发来的数十张暧昧照片以及部分录音作为证据交给他，包括曾经的婚内强迫、冷暴力等罪名。清算下来，裴玉德净身出户。开庭时，裴母恨不能用眼神将我撕了，裴玉只远远看着我，神情竟和我梦里的陈宇一样。这一次我不用整理自己的东西，这间见证了我许多个孤枕难眠夜晚的别墅判给了我。裴玉慢腾腾地收拾着，絮絮叨叨着，恨不能把我们共同买来的每样东西再给我介绍一遍。裴玉大抵是觉得我如此放不下过去的他，是因为对过去的记忆有所留恋，因此想用这样的招数让我回心转意。他不知道的是，从前我觉得过去美好，因此对现在面目全非的裴玉万般不舍。但当我发现此人已非彼人，过去的记忆也随这个人一同烂掉了。他还在介绍着手头的水晶球，一晃里面就纷纷扬扬下起雪来。那是大学时期流行的圣诞礼物，是我们一同逛夜市时他套圈给我套来的。当时我看着他冻红的手感动不已，如今看着他泛红的眼睛，我只觉得反胃。我冷冷开口：够了，我还有事，你要是收拾不过来，可以找钟点工，我给你请一个也行。裴玉愣了片刻后，他放下水晶球，再抬头，眼眶已是通红。楚清，你对我怎么就能这么绝情？我有些难以置信，这话居然也有轮到他说的时候。绝情？裴总严重了，起码我没有拿你的脸面跟人打赌，我的电话也比你畅通得多。裴玉脸色灰败下来，他看着我，嘴唇翕动着，想要解释什么，最终还是垂下头，匆匆收拾完最后几件物件，落荒而逃。攻击我的那个苏婉狂热粉被捉拿归案，他在被捕时拼命呼喊苏婉的名字，简称自己是为了他才出此下策。加上我和裴玉离婚一事被有心人扒出，苏婉当小三的事再度被讨论上了热搜。娱乐圈向来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地方。苏婉在剧组甚至被扔了臭鸡蛋，一度让剧组不得不停工。苏婉为数不多的代言调没了，连续被几个剧组退货，甚至还隐隐有被官方封杀的风声传来。苏婉索性撕破脸，将自己和裴玉从前恩爱的聊天记录和照片尽数放出，扬言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更何况自己马上就要做正宫太太。裴氏因此股价大跌，裴玉引咎辞职，苏婉的正宫梦更是破碎了。细雨纷纷的时节，我将2束小雏菊分别放在2个墓碑前，这是我的父母和孩子。我坐在墓前，给爸妈倒上一杯酒，给那个还没睁开过眼睛的孩子放上一瓶离地钙。我一边喝酒，一边念叨着过去的趣事，不知不觉就过了许久。和裴玉离婚那天起，我在这个世上就能算得上是孑然一身了。想说的话只能到这里来和他们说一说。几炷香燃尽，手里的酒罐子也空了。我直起身子，转过身去，远处斜阳依依，赖着湖面不肯挪步。我晃晃悠悠走在路上，不知哪里是家。远处有人喊了一声，是管理员大爷。他远远冲我指着出口，示意着正确的方向。我笑了，顺着他指的路走下去。天大地大，何处是家？天大地大，只要我心不移，处处都可以是家。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